朋友们，大家一定要去试试啊！这是什么新的玄学啊？今天中午11点58分59秒啊，我准时上线等新的 UP 池子啊，1分钟过后，我想我应该是全网第一个抽罗刹的人了吧？这次我才准备了20几抽，心里慌的一匹，本来以为没希望了，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第一个10抽玉空有了，第二个10抽抽金了，抽金了呀！你敢信啊？而且上一个池子我才垫了3发，这不跟没垫一样吗？只要不玩，那妥妥的赚翻了呀！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啊，真的是罗刹它来了呀！哎呀，这么好的欧气送给大家，祝所有点赞收藏还给2个圆圆硬币的小伙伴们，今天人手都有一个罗刹呀！总之罗刹到手，那今天新上线了一个版本活动，很简单，挂机打怪的啊，一共能拿60元石，还上线了3个同行任务，罗刹白鹿以及燕青的啊。自从我知道了杨叔就是崩3的瓦尔特杨同一个人之后，我就特别想知道啊，他和新铁的罗刹遇见会是怎么样一个场面啊！所以今天各位小伙伴们也别怪我剧透了，咱们就先一起来看看罗刹的同行任务到底都讲了些什么。首先一开始是地恒司要查往来仙州上的可疑人物，怀疑有人将危险品带上了罗浮，于是找上了咱们列车组。那最搞笑的就是当杨叔看见罗刹画像的第一眼，眉头瞬间一紧，眼神突然犀利了起来。下一秒，他满脑子都是奥托那个男人啊！你敢信啊？这里给没有玩崩3的小伙伴们解释一下啊，奥托在崩3里呢，就是杀了杨叔亲爹，还想做杨叔他爸的这么一个人。然后奥托和罗刹的关系啊，就相当于平行世界里同一张脸的不同的2个人。总之，咱们主角团就怀疑上了罗刹。接下来无聊的对话咱们就全部跳过。当和地恒司 NPC 对话完之后啊，我们再找一次杨叔，他就会非常隐晦的说出曾经见过2个长得像罗刹的人，而且都不是什么好人呐。所以一看见这张脸，本能的脊背生寒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忘不了他。那这里为什么是说见过2个这样的人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崩3还没玩到这么深呢。有小伙伴能在弹幕里给大家解释一下的吗？接下来咱们继续排查，得到了一些模糊的监控视频啊，就是说只查到了罗刹在监控死角内待了2个小时才出来，而且监控拍到了2个黑衣人和书店的老板娘尹书，是不是很可疑？是不是华生发现了盲点？那小3月7还表示这一幕完美还原了侦探小说《愚公案》里的一幕，究竟会不会是有人模仿小说做坏事儿？就又得咱们跑腿继续查案了。那接下来的线索就指向了书店老板娘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吐槽一句啊，新铁里的同行任务10%的剧情，90%的流水对话，让主角跑来跑去到处找 NPC， 但就是连罗刹本人都没见上一面啊！你说气不气？对于主线的推荐那真是毫无作用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总之咱们从书店老板娘那里得到了2个消息，一就是监控里的2个黑衣人闻起来臭臭的，2就是罗刹买了一本《愚公案》，但只把第1页撕了拿走，书都不要了，就又放回了柜台了。再结合上前面的线索啊，这不越查越可疑了吗？所以呢，小3月7就怀疑他在死角里做了一些不可言说的交易。书的第1页就是街头暗号，然后接下来主角团呢就采用了推理的方式还原当时场景。好家伙，这下都不用主角团跑腿了，光靠脑子想象，感情剧情全靠猜是吧？所以咱们玩家好不容易看见罗刹，但是对着这么一张脸却能听到现在本姑娘就是罗刹，哼，这种等级的门锁还想拦住本姑娘？代入不了啊，这真的是代入不了啊！这剧情也太无厘头了一点吧！而且搞笑的是啊，接下来3月7还推测罗刹像小说里一样和人街头交易，而街头的人你们猜是谁？你是来做什么的？不，那是饮茶会的守门人普洱。普洱不是茶的名字吗？对啊，饮茶会的成员名字当然是各种茶了。问你小子话呢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你让他说话文明点。哦，好的。问您小子话呢，您是来做什么的？以及帮派的老大，你们再猜是谁？就是这个人，拿着您需要的货物。让我先看看货吧。
我现在就想知道，如果评分1到5，你们对这次的剧情能打几分？到最后推理结束，想必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吧？但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咱们一出门就碰上了监控里的2个黑衣人，也就是这对叫做阿来和阿网的相声演员。原来当时啊，就是2个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儿排练，结果双双掉进臭水沟里出不来了，然后遇见了罗刹，罗刹出手相救，把2人捞了上来啊，还赠送了一副药方让他们好生休息。而这个药方正是之前被罗刹撕掉书的第1，还被叠成了纸花的样子。哎，这不纯纯的搞笑的吗？到底为什么罗刹要撕书啊？肯定有阴谋啊！让我又万万没想到的剧情来了，打开纸花，里面居然是上一个看书的人写了几句剧透的话，所以原来是罗刹看见了剧透，就把剧透的这一页给撕了呀！你敢信啊？到这里同行任务就结束了，相当于罗刹本人咱们都没见到，他就能上列车了，你说气不气啊？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要我说啊，这什么无厘头的剧情啊，简直要比太平洋的水还多！哎，编剧啊，你这不是胡闹呢吗？那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啦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